高考出分数当天，我和校花女友提出了分手，并且拉黑了所有联系方式。没有吵架，也没有背叛，只是少年偷吃爱情禁果。怎知一时动情之人便是富家千金，而我却是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。再往后谈，就是自己拖累他。撇去学历不说，出身的差距就足够我用一辈子弥补。可这一切却因几辆豪车停在我家楼下而发生了改变。这一天，我收到了国内顶尖金陵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，可我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。和自己的初恋分手，说心里不难受是假的。好在邻里们对我的细心关怀，才让我心里有了一丝慰藉。他们纷纷为我考上顶尖大学祝贺。可到了该做午饭的时候，我看着眼前干净的米缸，不由得生出一丝无奈。谁知我堂堂一个顶尖大学学霸，此时却已经揭不开锅了。下一刻，我夺门而出，准备去取点钱，毕竟下午1点还要到工地搬砖，可不能耽搁了。唯一的一张银行卡，里面有自己这些年存的丁点积蓄和学校给的奖学金，还有一些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，共计11万元。取了点钱，中午买5毛钱的面条，阳台上大花盆里去年长了大蒜，今天中午就吃蒜汁面，共计花费5毛钱和1点要钱的自来水。插卡的一瞬间，我一阵精神恍惚，急忙伸手抓住扶手，本以为是低血糖缓一会儿就好，结果脑海里却是响起了声音：消费20万激活神豪系统。我摇了摇头，这诈骗犯居然都敢在自动取款机上动手脚了。随后取了200块钱，我就拔卡走人。可我刚拿着面转身往家走，迎面遇到的邻居都朝着我说：“小赵，你家楼下来了一大群人，赶紧回去看看。对啊，人挺多的，还有好多车子，还有你高中班主任。”听完我赶忙加快脚步。按理说自己是没有远近亲戚的，还有好多车子，那可能是扶贫的人吧。走过街道转角，我待在树干后面浅浅观察一会儿，人很多，大都是穿着西装革履的人，还有3辆加长版的商务车。我酝酿了一下，捏紧手里的面条袋子，缓缓从树后面走出来，泰然自若地穿过的人群走向自己家。可班主任看到我后，却急忙上前拉住了我。赵凡呀，你的亲生父母找到你了，你快见见。对了，这是血缘鉴定书，你看看。我呆滞地接过来看了好久，周围的人谁都没有打扰我。许久后我才抬起头来，饶是我的心中已然做足了准备。可当班主任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心脏还是狂跳了一场。10几年了，我吃过多少苦，我自己知道。我也曾对亲生父母抱有希望，但带来的往往是失望和孤独。我朝后看了一眼，是一个老人，一对中年男女，3人都流着泪，身体颤抖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努力让内心保持平静。这一切不是假的，我知道自己长什么样，所以当我看到那对男女的时候，心底再也没有任何侥幸，因为自己的样貌仿佛是照着他们的样子刻出来一般。面对那噙着泪水、满脸期待的3人，我往前走了一步，嘴角露出笑容，眼角却再也绷不住，泪水夺眶而出。眼前的中年女人再也忍不住，冲过来把我抱在怀里，紧紧搂着，顿时嚎啕大哭。凡凡妈，对不起你，妈对不起你啊！这些年你受苦了。整整18年，妈从来没有停止找你。我儿受苦了，是妈的错，是妈弄丢了你，是妈没有第一时间把你找到。忽然，中年妇女停止说话，猛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啪啪啪，她流着泪打自己耳光，声音清脆。我急忙擦干眼角的泪，拉着她的手，我眼不瞎。这个年纪方才40岁的女人，白发早就爬上了她的鬓角，可见她这些年的思念过度，可能整天陷在自责悔恨的深渊里。但女人没有理会我，是依旧大哭着，一巴掌一巴掌打在自己的脸上。是妈的错，我儿受苦了呀！眼看着她的脸就要肿起来了，我呼出一口气，10几年都没有说出这个字眼了。我用尽全身力气，妈，你没错，你肯定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再打了。我紧紧抓住她的手，赵母这才停下，她也不擦自己的眼泪，只是用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。一转眼，我儿已经长大了，高个子就是太瘦了。来，过来看看你的废物老爹，还有你爷爷。我被拉着走过去，刚刚我也一直在关注自己的父亲和爷爷。老爷子身子英朗，精神奕奕，愣是捏着手没有流一滴眼泪，眼眶都憋得通红。而那个中年男人见我看过来，他急忙擦去眼泪，挤出一个笑容，眼泪却又涌出来。他索性不再去擦，正在原地手足无措，看得赵母一阵愤恨，照着自己的男人屁股踢过去一脚。这么多年你才找到废物。赵父也不反驳，只是讪讪的笑，一边笑眼泪一边又是流出来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自己的儿子当爹的怎么会不关乎？可他刚想要开口对我说什么，却又无从开口，只是掩面抽泣。我又擦了一把眼泪，足足酝酿了2分多钟，才用不带感情的声音喊了一声陌生称呼爹。我儿子呀，我找你找得好苦。而这个几十岁的大男人，一手累积商业帝国的男人，此刻却哭得像个孩子。今天是个好事情，一直哭像个什么样子，都不许哭了。拐杖点在地上，啪啪作响，我这才擦了眼泪，仰着头叫了一声爷爷。老头子分明是先前偷偷擦过泪，睫毛还是湿的，不过此时听到我叫爷爷，也是露出笑脸，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半个巴掌大的金锁，踮着脚挂在我脖子上。以后可别再丢了。哎，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，你是老赵家的丁，还好寻回来了，寻回来了，寻回来了呀！我点头，只觉得脖子上的疙瘩压得脖子疼。那段时间我酝酿了一下，你们都没吃饭吧？我来做饭，好让妈尝尝我的手艺。我拎了拎手里的面条，4块钱的面大概够吃吧。
外面那些随从就不考虑了，大概不是亲人。事实也如此。当我开门让亲人进门后，赵母顺手就把门关上了。我回到家后才想起来自己留亲人吃饭，不过自己的吃的东西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吃。吃蒜汁面怎么样？母亲还没说话，赵老爷子就抢先开口：你吃什么，我们吃什么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没说什么。我默默剥大蒜，要剥4个人的量。去年的大蒜收成，这一顿已经是吃了个一半。我做饭的时候，3位亲人都在细细打量着我的住处。2间房子不大，但很干净，一张硬板床，墙皮脱落的墙上已经被各种奖状贴满，都是我的荣誉。赵母本来想看看我冰箱里的东西，可是找了半天，她都没有看到冰箱在哪里。凡凡，你的冰箱呢？冰箱还没买，再过1个月就要去上学报到了，用不着冰箱。我话没说完，王倩已经流泪了。一个母亲最是听不了这些，不看了，她说什么都不看了。回过头来看，我在厨房里忙活，她就怔怔的在边上看着。面条已经下锅了，半盘的蒜汁也已经准备好了。当我去盛了2碗面，浇上蒜汁，端上餐桌的时候，我才一拍脑袋，家里好像只有2个碗，只用不到1分钟，我就去邻居家又借了2个碗。4碗蒜汁面摆在桌子上的时候，老爷子再也忍不住了，流泪满面，一把拿起筷子抄起面条，拌着吃进嘴里，泪水淌到碗里去，半是苦涩，半是咸。你们先吃，吃完碗放桌子上就好。我先去工地，快迟到了。包工头脾气比较差。我说着便要起身离开，但却是被父亲赵志昌一把拉住。别去了，天那么热，你这辈子都不用赚钱了，咱家的钱你2辈子都花不完。这张卡你先拿着。赵志昌递过来一张银行卡，身为人子还是相认之后第一次给予，所以我还是接了下来。摩挲着手里的卡，我的内心感慨万千。王倩轻声询问：你是想留在金陵，还是回京城？赵老爷子觉得他这么问不太合适，直接打住说金陵也好，京城也好。你如果是想留在这里也可以，但每周都要回家待2天。如果回京城更好，我们赵家大本营在那里。不管你做什么选择，开学前这2个月都要回京城，在家里住一段时间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办理。老爷子一开口，我是不敢反驳的，只知道不管自己在哪里都要比现在好得多。王倩也是开口收拾东西。下午的飞机先回家吧。我呆呆的点点头。说实话，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有时候确实让人无从适应。短短的1天时间，我已经从最穷困的少年郎摇身一变成了富家子弟。精神恍惚的收拾着东西，我才发现自己这个小家的确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最值得收藏的大概就是那些贴墙的奖状和自己的一些学习笔记吧。王倩踩着凳子，把墙上我的奖状一张一张的揭下来，认真的装了起来。我把碗洗好，给邻居送回去。回来的时候，我站在门口逗留了一会儿，因为我看到街坊邻居们都站在不远处，围观着他们端着碗，抄着筷子，而他们是真正看着我长大的。我从小就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这些年也没有给街坊邻居找过任何麻烦，此情此景，他们也看懂了，那是我的亲人。找来了10几年了，他们知道我的艰难。前些年不仅要上学，还要照顾病重垂危的老头子。那时候的我，永远都是那副面黄肌瘦的样子，年纪还那么小，艰难得很，让人心疼。打从心底里说，他们比我自己还希望我的亲生父母找来。远远的，我朝着那个方向鞠了一躬，邻里急忙让开，默默离去。他们不想受这累，能帮就帮而已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感谢的，都是举手之劳。只剩下几个老婆子还站在那儿笑着说话。赵凡，你要是结婚了，可要把媳妇领来看看哦。我们可都等着你嘞！我一定会的。我抹了一把泪，转身进屋。下午1点，我与邻居们一一说告别。3辆加长的车子缓缓驶出这个金陵市边上的小城，车上亲人之间添加联系方式。当我掏出自己的老年机的时候，赵老爷子都呆了一下，深呼吸一口。赵志昌顺手就打电话给助理，10分钟后就送过来一部智能机，现存的市面上最高端的手机，拆封插卡开机，添加联系人。我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还是很高的，如此一个智能机，我不到2分半就玩明白了。加长版的幻影，里边的座椅是左右靠窗的2排，我和母亲坐在一起。王倩有太多的话想要对我说，酝酿好一番，她才郑重地开口：尽快融入新生活吧。你的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大概是需要调整一些，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。这样，我和你爸刚刚想了一个法子，给你定了一个小目标，先给你转点钱，你先试着慢慢接受。这3个亿没有什么强制性要求，尽你自己喜好就行，什么时候花完再说。听完后，我整个人都处于呆滞的状态。如果是我在工地搬砖的工资，就按1天105块钱来算，3个亿需要我不吃不喝，工作5500多年，5000年多年，中华才上下5000年，这一天宛如梦幻。我有点结巴，只能弱弱地问一句：你们确定我是你的儿子吗？不要搞错了，白白这么多钱，我心里好不踏实。我这一问，瞬间就把3个亲人都逗笑了。父亲赵世昌更是直接拿过来一份文件，交到我的手里。可当我打开文件的一瞬间，却忽然愣住。我仔细的看完文件上的血缘关系检测结果，默默的，我眼眶不自然的湿润了。眼眶里是窗外远去的城市缩影，车子朝着机场行驶。可
可脑海里不停地响彻着那个声音：消费20万，激活神豪系统；消费20万，激活神豪系统。声音不停地催促，虽然我有点烦，不胜烦，但还是按耐住性子，在心底询问那个声音：10万块行不行？15万呢？17万咋样？主要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花钱消费什么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还没有想好我想要什么，怎么消费，总不能买点对自己没有用的东西吧？我说的是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买什么。不玩游戏，不会抽烟，不去夜店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花钱的项目，就偶尔看看书，总不能花20万全部买书吧？我还在思索的时候，脑海里却忽然又加载了几行字符：买车去大都市夜店包场，养成随手打赏的好习惯；出海游玩，4亿收购大小公司，去搞科研。看完之后，我不自觉地揉了揉眉心。我已经听到烧钱的声音了，不过这未尝不是一种开启新生活的方式。人生洗牌，接下来的时间大概想想如何去享受吧，这辈子不再苦下去了。手机绑定了赵志昌给的黑卡，我默默的数零，仔细确认之后，我才震惊的发现卡里居然有10个亿。我忘不了赵志超那随口不经意的一句：这是给你的零花钱。被脑海里的声音弄得烦不胜烦，一气之下我打开购物 APP 了。接到经常家里的位置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添加购物车了。我这辈子都没有想到，第一次网购会是以这种场面开场。自己想看的书，一口气买了200多本，从理想国到山海经，从存在与虚无到千纸鹤，一直买到我一时想不起来还想看什么书，我才畅快笑出声来。人类永远尊重知识与思想，而我也因为即将丰盈的思绪开心愉悦。但是200本书根本就花不了20万，眼睛瞪大，在购物网站上找寻，终于咬了咬牙，15万朵皇家橡树买了。我呼吸都有点急促了。以往把自己卖了都不值15万。一旁的赵志昌夫妇一直都在不着痕迹地看着我的手机屏幕。当他们看到我买了一块15万的表的时候，微微皱起眉头。说实话，有点不太符合我的身份，尤其是在王倩看来，京城第一少爷最起码也应该佩戴千万级别以上的腕表。但两人也都没有吭声，毕竟才刚刚开始。手表买完之后，我又买了一些杂物，来来回回几十件东西，总算把20万凑齐了。支付结束的那一刻，脑海里终于响起了久违的声音：累计消费20.1万，恭喜获得巨富级神豪扩少量升计划书，无所畏惧消费翻倍返现卡1张，少爷的日常指导导航，万能交易系统。看着系统给的奖励，我第一时间把目光投向万能交易系统，心头微动，增长1厘米，系统立即出现单价5万元。这么牛批，我快要震惊的爽晕过去了。我还在开心的时候，却是听到自己的爷爷赵老头子忽然开口：如今凡儿找回来了，当年的婚事肯定还是要算数的。李老头年年都在念叨凡儿，李家可是出了名的讲规矩，好颜面。凡儿都18岁了，也是时候让2个孩子见见了，提前相处，培养一下感情，想什么时候结婚都行。赵志昌和王倩也是点头，可我在旁边听得懵逼，只能硬着头皮问了一句：你们在说什么？王倩随口出声：我们在说你的娃娃，亲未婚妻，给你看看照片。此刻我突然觉得信息量好大，不过当自己的母亲拿出手机上的照片的时候，我还是偏过头看了一眼，不由心中猛然一颤。果然是亲妈，这女孩真漂亮，妥妥的母爱。而赵志昌的思绪还停留在我刚刚买的一块10几万腕表上，他的内心还是很复杂的，有点酸楚。这些年孩子受的苦或许太多了，有钱之后都不愿意大手大脚。轻叹一口之后，他摘下自己手上的腕表，亲自戴在我的手上，语气亲切小帆：生在我们这种家庭，对你来说或许有太多的身不由己。我举个例子，开车只能开大佬超跑，开杂牌都会被人注意诟病，因为不合身份。就像我这只表，2000万的法穆兰，我只有戴着这只表，才不会被同一个高度的人嘲讽诋毁，轻视你是我儿子唯一的子嗣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点头，跟着亲人下车，默默叹气。原来有钱人活得也这么累。不过我既然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，还是不要给家族抹黑了。15万的表，到时候寄给班主任吧，他对自己也挺好的，而且那是在自己还是孤儿的时候。不说价格，单纯就是个礼物。那个老师是个好老师，带着父亲的表，我第一次登上飞机。于是乎，从这一刻起，我的人生对于飞机的认知大概全部定格在豪华私人飞机上。人总是喜欢用自身经历的、拥有的去衡量别人。我坐过的飞机是这样的，所以所有人坐的飞机大概都是如此。生在豪门，也是错过事实和真理的。飞机上的漂亮姐姐很好，也或许是家里人安排的。上好不料的新衣服，送了几套到我的休息室，用金柜礼盒装着的衣服，我还是第一次穿，样式很精美，面料很高级。还有鞋子，我也大概知道回到京城的时候需要面对什么。毕竟京城名流富豪找回亲子，相熟的人大概都会来看一眼。我承载的是赵家的下一个时代，我会有一场大应酬的。洗漱一番之后，我觉得自己的这身新衣服很合身。至于自己的颜值和气质，除了有点消瘦，不过也算是阳光坚毅。气质这玩意儿就比较玄学。当我拿着自己老爸给的10个亿
黑卡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感觉自己的气质悄然发生了改变。至于是到底是什么改变，我也说不太清楚。当我坐在客舱的沙发上，机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打在脸上时，我才知道自己或许真的不是以前那个孤儿少年了。当边上是乘务员的半弯着腰递过来水果和餐食的时候，我仅剩的一点点自卑也荡然无存了。自卑与自傲的鸿沟在人生大起的面前宛若鸿毛。现在我的心态大概是真正的平静吧，那种勇气去做最真实的自己。1个多小时后，飞机降落，我走在母亲的身边，搀扶着老爷子。老爷子激动的颤抖，丢失血脉后人一直是他心中的痛，让他10几年在京城的一群老混蛋面前抬不起头。如今他的亲孙子回来了，谁还笑话我老赵家？谁还能诟病我赵家以往暗地里的嘲笑？今日都结束吧。即便现在老爷子严肃的神情，我也能知道接下来爷爷脸上会有什么样的荣光。几人缓缓走下的飞机，坐上车子。小凡还有10几分钟就到家，我们家很大的。等一下，如果你不想应酬，可以跟着管家的先回房间休息。我露出一抹微笑，轻轻摇头。都已经回来了，还是见一见朋友比较好，混个脸熟，可不能被人小看了。怎么说，我也是个学霸，你们的孩子怎么可能是胆小怯弱的人？我又怎么会让你们脸上无光？王倩的泪水又流出来了。赵志昌只默默注视自己的妻子，不作声，很是动容。倒是老头子此时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出声，声音嘹亮，似乎这10几年的憋屈和郁闷都在今日笑出来，畅快无比。这一笑，便是从路上笑到了赵家庄园的大门口，一路都欢声，那种内心的欣喜，时光流逝挡不住的血脉亲情，此时此刻显得格外容易感动。我看到了好多人，还有红毯，甚至还有拿着摄像机的记者。远处那座巨型别墅，可以看到的红毯铺了半里路，礼花已经开始燃放了，高空都是烟花的炸裂声响，爆竹声也冲天，声音巨大，夹杂着人群的低语声。随便看到的人穿的都是礼服，他们像自己一样光鲜亮丽，笑容挂在脸上，只为迎接自己。回家，我扶着老爷子，老爷子的笑声不准备停了，甚至更加的开怀，中气十足。几乎所有人都在审视打量着我，我嘴角带着微笑，阳光坚毅又不失温文尔雅，弯腰握手，举止言谈，不卑不亢。挨赵反在外面受苦啊，不苦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就当是在外面散散心。哈哈，我的语气里不会有埋怨，有的也只是畅快。一表人才，这小伙子在外必定也是人中龙凤。哦不，才高考是状元罢了。不足挂齿点头。昂首之间，我已经是搀扶着老爷子走过了100米红毯，红毯500米，走到一半的时候，老爷子才低声开口：“站在外围的人，大可不必给他们搭话，他们的资格不太够。”我一边笑着前行，一边轻声开口：“想要有个好名声，不在于和自己相熟的人，而在于那些和我们有间隙的人。只要他们不说坏话。”足以。老爷子笑声一顿，看了我一眼，又是一阵开怀的笑容。我看到了好多个同龄人，他们的眼神更加犀利，一副少爷千金们的咄咄目光，冷傲神情虽然带着笑，但那种眼神中的轻视颇为明显。为此，我只是温和着微笑一点头。红毯的尽头，老头子给我指点：“那是李家人。这些年除了赵家，就属李家最操心你的下落。那一对中年男女是李妙贤的父母，你过去要叫伯父伯母，态度要恳切些。”而李妙贤正是我的娃娃亲、未婚妻。我目光投过去，和那对中年男女对上视线，我立即露出笑容，抬步上前。今晚妙贤的飞机从英国回来，他也会过来的。你们2个都不小了，也早该待在一起，培养感情。昨天得到你的消息，他就往国内赶了。见到我之后，李妙贤的父母也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他们最怕的就是我在外面长大，见识短浅，没有自信，没有礼貌。即便是10几年的约定，但是谁想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废物？当我的谈吐和仪态气质表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他们不得不由衷点头。带着李家的伯父伯母进入庄园，我只觉得放眼看过去的所有都是奢华，那些植物花草都是自己没有见过的。我热情地把李家伯父伯母安排到管家安排的地方，迎接仪式在别墅的中庭举行。中庭和别墅入户门之间的地板被挖开了，大理石地板被移走，换上了半米长的金砖。一辆崭新的车子停在院子里，盖着的黑色的车衣，几个青春靓丽的少女颜值勾人，坐在我的边上，她们很不消停，有种就是要表现给我看的样子。我有点不确定自己这是不是自恋，但是他们的眼神的确一直挂在自己身上。我稍稍放松心情，很是自然地凑到几个少女边上，带着温和的笑容轻声开口：“几位姐姐，需要喝点什么吗？”眼睛最亮的少女招招手，示意我坐过去点。我无所畏惧地挨着她坐下，正想要感受香风和气氛的时候，却听到她开口：“妙贤姐可不让我们喝呢，她说让我们帮忙看着，男人可不要被别的女人拐走了。可谁知道呀，是小少爷自己就凑过来了。等到今晚的妙贤姐回来了，嘿嘿，我满头黑线。既然不喝，那我就去接待其他客人了。”说完起身就要离开，我可不想等着李妙贤回来问候自己。但我刚刚站起身来，却是被身后的少女一把又拉坐回沙发上。不许走，
你要待在我们的视线里，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去干嘛了？今天来了那么多的京城小千金。我抿着嘴，露出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，只能就在这里坐下。所幸这几个姑娘人都还挺好。现在出去走一趟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准备毁掉你的婚事，不如坐在这里，也没人会过来为难你。再说了，难道我们几位姐姐长得不好看吗？她的眼睛真的很明亮，我偏过头，认真的看了她一眼，笑着点点头。折腾的久了，自己也会累。就像爷爷说的，以自己的身份，有的人真没资格过来递话。这不是瞧不起谁，谁不是财富的高，而是你和我说话，你想和我在一起玩，真的会让你捉襟见肘。有人主持着派对，又像是欢庆仪式，更像是我的见面会。我已经发现了自己边上闪烁眼睛的姐姐真的认识很多人，几乎出现在自己视野里的人，她都会告诉自己姓甚名谁，搞什么产业的，关系亲疏。有些人物听得我心中惊骇不已，自己倒是以为听错了，如今发现自己哪是听错了呀，真的就是电视上网络上的那些牛人。我刚刚吃了点小水果，一个极为板正西装革履的人凑到我身边。赵先生，我是来确定你的私人信息的，以后我将是你的私人律师。接下来我会问你一些问题，比较关键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将时间推后。关于赵家的遗产集团、股份、房产、车产和您的女友们感情状况等财产官司都由我经手。我揉了揉脑袋，倒头便靠住沙发，默不作声。只是在提供了身份证信息之后，让律师先行离开。身份虽然变了，但是自己不需要太大变化。自己认知中对的事情，我也不会做出改变。当然是在我想明白这些事情之前，因为我知道，人永远不要高傲的以为自己做的事就全是对的。那个好看姐姐的名字叫李闪，似乎是李妙贤的堂妹，性格很好，心思也活络，能时不时的把我逗得满脸通红。下午4点半的时候，王倩过来把我叫走，并递给我一束玫瑰花。他回来了。我一直捧着花走到红毯的尽头。按理说现在的人都追求自由和畅快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并不讨厌这种包办婚姻的感觉。或许是贫苦的时候对婚姻有过期待和艳羡。车来了，是一辆很普通的劳斯莱斯。司机把门拉开，白色的鞋子就从车上落在了红毯地上。女孩带着审视的眼眸望过来，看到捧着花的我，安静的仔细打量。些许时间，她才往前几步伸出手，我递过去花。李妙贤并没有伸手接住，而是盯着我的眼睛愣了一下。我还是伸出手轻轻的牵住，看脸。我甚至觉得李妙贤的气质是有点冷的，但是他的手心是亲和的温度。没走多远，我就听到自己耳边传来李妙贤清泉似的声音。下飞机的时候，我联系了你的高中班主任，向他打听你的为人、见识、智慧品，询问你的生活环境条件、态度，而品学兼优、刻苦奋进，是你老师对你的评价。话完，他稍稍停顿了一下，看了我一眼，又继续开口。我希望和你相处，能让我看到更好的你，同时和你一起，我也能变得更好。话说的委婉些许朴实，更多的是乐意接受这种包办的、对等的、向善向好的恋爱婚姻关系。至于谁更优秀，我可不敢在一个剑桥学姐面前妄言。她也很强。进入别墅大门的时候，两人虽然松开手，但李妙贤是一直待在我身侧的，步履不错，更显亲密。当乐团音乐响起的时候，似乎有一个无形的声音在宣布我的归来。欢迎仪式开始了。好在是我在李闪那里了解到大部分客人的身份信息，这让我和人交谈的时候不会显得尴尬。相反，我可以说一些客人自己熟悉的领域，一半是领教学习，一半是惊叹逢迎。这种交谈的语气和态度放在面上的时候，给客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我不同于那些京城少爷，我的起点是成熟智慧的，乐意去经营人情世故的。在我的这个年纪，这种境界最会让人刮目相看。在最是狂妄自傲的年纪，做着沉稳的事情是值得肯定的。李妙贤去换衣服了，大概需要换一件正式一点礼服。我站在醒目的位置，看着几个老头子从假山后的月亮门走出来，笑声开怀。赵老头子给几个老混蛋指了指台上的我，几个老家伙都是一脸笑，点头表示认得，以后再见面就熟悉。主要是我如果有事情，几个老头子可以帮忙兜一兜。王倩和李妙贤的母亲站在一起，眉飞色舞，这么多年的快乐也都在今天释放出来，皱纹舒展，嘴角都合不拢。踩在那块纯净的地板上，我心情虽然很复杂，但所幸的是，这没有固定程序的派对，不需要我去过多声情并茂的演讲。我需要做到，只需要默默的听着。舅舅王中磊送法拉利恩佐一辆，舅妈送布加迪威龙 GT 一辆，欢迎凡儿回家。姑姑赵明送2环别墅1套，伯父李建伟送魔都地区5套别墅，伯母送金陵地区5套别墅。张力贺金500万元整，5套贺金500万元，刘财生贺金300万，京城张氏500万整，京城王氏1000万整。我站在边上听得头皮发麻，还是自己经历的少啊。美女子心里稍稍有点承受不住，管家那不急不缓的不大不小的爆喝声，一字一句都打在我的心上，噼里啪啦的都是一阵惊险的心枪声，值得关注的愿意被爆出来的。念到最后，管家笑着开口：未婚妻李妙贤喝一架私人飞机。人群象征性的喝彩一声，我转眼看过去，李妙贤换了一件长裙后的经理，我能看到她锁骨都是晶莹的。好了，站这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是对着台下笑着说了2句俏皮话。我很开心有这么多人来见证我回到家里。
倍感荣幸。今日赵家蓬荜生辉，诸位如今给我捧场，来日我必定和诸位朋友共赴盛世。这下没有几个人敢放开了鼓掌笑出声，几乎所有人都齐齐的转头看向赵家老爷子和赵世昌。见到赵家管事的两人都给我伸出大拇指的时候，所有人才掌声云动。这才是他们今天到这里听到的最好的消息。赵家以往的10几年里，几乎是一手垒起商业地，国独占利益鳌头，也只有交好的李家可以分点汤水，其他人即便是寻求合作，赵家都看不上多出的那点小甜头，统一的冷漠对待，妥妥的一骑绝尘，曲高和寡。这次客人都是由衷的心底赞叹，赵凡真是个好人。我自己摸了摸鼻子，我在怀疑自己有没有说错话。为什么离自己最近的那个人激动到脸红且抽搐？不是我，怎么感觉他们好他妈激动呀？甚至比自己还开心，好像他们找到了亲爹一样。场面化大，空话的反响如此激烈，这个我属实是没有想到的。果然还是我见的少了。场地中间套着崭新车衣的车子似乎都被忽略了。赵志昌也不愿太费周章了，搞得花样太多，估计会累着孩子，于是就把车钥匙扔给我，好像是辆库里南，我不太确定，需要再看看。直到李妙贤说是，我真的放下心来。我刚刚听到舅舅舅妈送的都是一些没听过的杂牌车，我都担心自己将来出门都没车开了。好在自己的亲爹考虑的周到，给自己也配了一辆大佬。太阳逐渐落山，该走的人都陆陆续续离开，庄园里也安静下来。夕阳照在后花园里，亭子里坐着的都是熟悉的人，父母爷爷，还有李家伯父伯母李妙贤也坐在自己身边。少女安静冷清。遗产的事情还是越早弄越好，这么大的家业你是要继承的，可以让你再玩20年，20年后必须回来继承家业，当然还有李家的一些产业。老爷子示意了我一下，我立即起身给伯父伯母斟茶。结婚的事情，既然你两人都在这里，我就不再多说，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。我的意思是，早点传宗接代也好。小凡大学已经录取在南方了，也还好，以后把赵家的产业往南方迁移一些，开拓市场都是很好的。丫头在国外上学，还是要多回来。赵凡也可以多去陪陪你。要我说，洋人那一套也就那样，丫头你也不如回来上学吧，还能陪赵凡。刚刚已经让人去安排了，金陵的别墅我已经给你买下来了，好好上学，学习文化知识。听你班主任说，你高中的时候还和班上一个姑娘有来往，这些事情你都要和丫头说说，有些话要说明白。咱们家和李家姻亲娶进门的可只能是丫头。前面的吩咐念叨都还好，最后一句直接让我坐不住。我有些慌忙的转头去看李妙贤的眼睛，却是见到少女的眼眸里全都是平淡。我默默平静下来，或许豪门就是如此吧，那些自己不知道的规则，以后都要慢慢了解了。我舒缓了一口气的时候，自己腰却猛地一疼，偏头一看，是李妙贤的手指拧的，还是那副平淡的神色。天黑了，别墅里的家宴正在酝酿，几个大人坐在那里喝茶聊天。我被王倩催着带李妙贤聊聊天谈谈心。花园很大，娇嫩的玫瑰在夕阳下昏黄的路灯中妖冶唯美。以后别在太阳下晒了，皮肤都晒黑了。我点头，工地搬砖确实挺晒。我自己给你，李家的产业将来也都给你，只希望你莫要辜负了。我要的只是一颗真心而已，我不会辜负的。李妙贤轻轻点头，思量片刻，他才又开口，我还是回国陪你吧。我听说那个女孩在北大，一南一北，她也没办法陪你。我摇了摇头，没关系的，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。李妙贤轻声玲珑，你不懂的，像你这种身份财力的男孩子，有些事情由不得你自己的，外面的诱惑太大了，我还是回来吧。一边说着，李妙贤眼神平和，脑袋缓缓靠在我肩头。我一时僵硬，却还是伸手揽住那一抹纤细的腰肢。他似乎有点消瘦，两人更亲近些了。大庄园别墅的各个位置的灯光打开之后，我感觉自己好像身处一座独立的高贵地城，璀璨夺目，光耀迷人。我不禁想起来自己那个小房间，每次都舍不得用电，整个夏天没有电扇，没有空调，只有几个装了水的盆子放在那里，给空气降温。有时候汗如雨下，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。如今只是在室外的亭子里坐着，都有冷风机，所处境遇不可谓不天翻地覆。两人坐在这里许久，等到远处的城市一片华彩灯光，李妙贤才轻声开口：该吃晚饭了吧？我今晚大概不留下来了，你刚回来，还是先自己熟悉一下，明天我再过来陪你。我已经让人去整理了一些豪车名录、腕表、奢侈品、各大世界名牌的信息，估计晚上的时候，管家就会送到你的房间。那件事就暂且往后推一下吧，我们的年纪都还小，你也有点消瘦的，有的发梢都是白色的，营养不良。还是那句话，少之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，是你的早晚都是你的。爷爷说的那话，我还不想太早要孩子，
但如果你想要，我也无可厚非。李妙贤转头冷淡毛子的看着我的眼睛，些许期望。我点头，语气平淡。太早生孩子对你身体也不好，可以慢慢来的，来日方长，我们又不急。说这些为时过早了，即便李妙贤或许不在乎，但我会尊重他的。走吧，吃饭了。我的手被拉着往灯火辉煌之处走。半个小时之前已经饿了，家宴没有让我失望。这辈子都没吃过几个囫囵菜的我，第一次见到了满汉全席般气派的盛宴。在自己目睹着桌子饭食之前，我的思维几乎依旧停留在蒜汁面那里。充其量是蒜汁面里多放了几种肉块，那估计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一碗饭了。还有红烧清蒸，那些听过的。看着一桌子门目繁多的佳肴，不知为何我鼻子有些酸。真的好香。李妙贤拉着我坐下，轻声开口：你饿了就吃吧，不用等他们的。你要更强健一些，才更有男子气魄。李妙贤的气质明明是偏冷的，甚至那双眸子对谁都是冷冷淡淡的，但是我从没有听过比他口中还要温暖的话。王倩发大火了，因为赵志昌和赵老爷子磨磨蹭蹭，没有过来吃饭。我规规矩矩到现在还在等着他，心里很不是滋味了。大圆桌没有坐满，人来齐了，菜也没上齐，似乎还差得远。小凡，你尝尝有没有自己喜欢吃的菜？王倩今天的眼睛总是通红的。我哦了一声，慢慢拿起筷子，准备伸出去的时候，我才生出一股陌生感。自己一激动，似乎忘记了筷子是怎么夹的。我本想第一口吃自己没见过的食材，可惜了，桌子上摆的东西我都没有见过。即便是见过，此时食材也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模样。我忽然放下筷子，待在那里，生出了一种恐惧感，对未知的富贵生活感到恐惧，恐惧自己确实缺少许多见识，如何去一步步融入富贵荣华，那么多的细节，那么多的条条框框。忽然嘴角一热，我回过神来，低头看到一块色泽诱人的肉块，再转头是李妙贤的目光。尝尝，这是伯母亲手给你做的红烧肉。我听说找你的这些年，伯母一直钻研这一道菜，为的就是今日你能尝尝味道。不管你能不能找回来，这道菜总是被钻研着。无论你是什么样，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你的家人也永远站在你的身边，做你自己就好。看着他的目光，又转头看了自己的母亲，恍惚中急忙低头张开嘴，把李妙贤家的红烧肉吞进嘴里。一瞬间，鼻尖的酸涩蔓延至喉咙深处，能压抑住呜咽。我闭着眼睛，颤抖睫毛，默默品尝。10几年，我吃过红烧肉的次数其实不多的，但我还是能尝出来，这道菜比我吃过的都更甜一些，甚至有些微腻，但是很好吃，软糯在嘴里，吃进肚子里，好像是一团温暖香甜的鱼。没等我自己拿起筷子，李妙贤的手没停，他在往我的盘子里夹菜。逐渐的，我的盘子堆起来，我只是默默的品尝，时不时的开朗的说句好吃。末了，我才抓着李妙贤的手腕，别给我夹菜了，你也吃来。我给他添菜，气氛才恍然温馨放松。笑声逐渐在餐桌上响起，老爷子拿出来了一瓶不知道藏了多少年的茅台，揭开盖子就是一股浓香弥漫。好说歹说，我被自己的爷爷灌了一杯。我不懂品酒的，但是那种带着馨香的火辣，瞬间侵蚀自己的味蕾口腔，直至头脑。我懂了，酒确实是个好东西。头脑里那些纷乱的思绪顿时一软，化作酒粒。一口小米又是一口，好一个麻木痛快舒畅。我赵凡这辈子就是特娘的富贵命，管他娘的3七21，我想做的就去做。老子觉得李妙贤对我好，我就是要对他好。我娶她做老婆，开杂牌车不好，可我偏偏觉得那些杂牌超跑帅。我想玩的就是激情和速度。李妙贤轻轻缓了一口气，虽然看我有些喝上头了，但是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，这会让我更坦然，乐意豁达的去接受这久违舒适生活。人生第一次喝酒就喝了个酩酊大醉，还是未婚妻。扶着自己回到房间的王倩也想走进来给儿子拉着洗漱安放摇篮，但一转眼自己这个母亲已经帮不上多少。李妙贤的作为他一直看在眼里的是个好儿媳，今天李家一共给我10几亿的不动产，也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。别动，洗脚。少女轻松的手指轻轻拍了拍我的脚，她声音是青刺声，玲珑清脆，爱一声长叹。我蓦然掩面，李妙贤没有走，我醉了，她是要留下来的。多少开着点。端着醒酒汤，少女坐在我的床边，轻声说教：都没喝过酒，还要一次喝那么多，一次猛喝容易伤胃的。管家把定做的国际高端知名品牌的册子递进来，李妙贤拿过放到我的手里。这些东西你慢慢了解就好。我已经清醒很多了。李妙贤的洗澡声真的很大，流水淅沥的声音总是能让我思绪杂乱，颇为无奈。男孩子长大了，真的不由自主。趁着他洗澡的时候，我终于有精力和时间把目光投在系统给的4件东西上。就在我感叹系统给的东西太过于牛批时，浴室那边的声音传过来：酒醒了就过来洗漱来了。我把衣服脱掉，习惯性的去找水盆，却发现这里好像只有浴缸和淋浴。我也没多想，一把拉开浴室的门，听到开门声，林妙贤眸光一下子就射过来了。两人对视，我才忽然想起来林妙贤还在里边呢，急忙把浴室门关上。我一边慌张地说：抱歉抱歉。我感觉原地去世。不是，为什么他涂抹身体的时候没有声音啊？我都忘了里边有人。赵凡，你想干嘛？他声音听不出喜怒。妙贤，我真的忘了里边有人。忘了？你为什么会选一个这种理由？你说你想看，
你想一起，你想干点别的，我都会觉得正常。你说忘了是什么意思？这时候他语气中疑惑和错愕有点藏不住。我本来还在慌张，可没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李妙贤已经穿着睡袍走出来了，而我还光着身子。果不其然，李妙贤就顺势一瞥，眼角眯着，转身就一脚把我推进浴室。放在那儿给谁看呢？赶紧洗漱睡觉了。我开始洗漱了，然而我却发现不会用淋浴的开关。平常的我倒也可以使用，只不过赵家的这个淋浴开关设计的就很抽象，我已经摸索半天还没有头绪。妙贤，我不会用淋浴的开关，花洒出不来水啊。等下我来了。李妙贤踩着步子过来，他刚刚应该在吹头发的头发，还披着有点香味轻松的手指给我调好水温，他才冷着俏脸来了一句：“哟，还有腹肌呢，还不错。”然后飘然转身离开。我洗完澡，李妙贤给我准备好了衣服，帮我披上睡袍，束紧腰带。睡吧，我关灯了。清晨一缕阳光从窗帘缝隙里吹进来，我身体忽然颤抖了一下，嘴中喊着包工头点名了，然后我就惊醒，看到头顶的装饰的时候，我的精神才焕然一松，不用担心迟到了。偏头看一眼李妙贤，人没了，虽然温度还在。昨晚我俩真的很规矩，我也只是抱着他。对了，好像接了吻，就这些，没有其他事情。洗浴间里有声音，李妙贤应该是在洗漱。我不太想起床，我似乎都没有怎么体验过赖床的感觉。醒了，清丽的女声传来：“问现在几点了？6点35分。”李妙贤应该噙着牙刷，欢呼不清。你怎么起这么早？我不解哪有？第一次和你睡一起都赖床的，伯母该怎么看我？再说了，你凌晨都一直在念叨包工头和5毛钱的豆浆，我怎么睡？我叹气，这真是习惯，害人不浅呀。包工头那凶神恶煞的眼神，我历历在目。李妙贤去给王倩说早安了，躺在床上。6点多，我已经睡不着了，下床换上睡袍，推开阳台的门，东方的太阳照在脸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温和的太阳。藤木编制的小桌子上有李妙贤泡的花茶，我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，入口清香沁人心脾。不多时，我就被李妙贤拉着下楼吃饭了。隔着玻璃窗，一边吃着豌豆牛肉粒，一边看着庄园里的几辆超跑被拖车拖过来。这是昨天舅舅舅妈给的2辆超跑，一辆是极具观赏收藏价值的法拉利恩佐，一辆是可以用来代步的布加迪威龙 GT， 都挺好的。当然父亲送的库里南也挺不错。好了，现在的问题出现了，美女走，我没有驾驶证。我听说李妙贤都会开那种小飞机了，就人与人的差距比人和狗的差距都大。虽然她是我的未婚妻，老爷子大早上也是要喝点小酒的。本来赵老头子都准备再和亲孙子喝一个，但是看到王倩和李妙贤的表情，老头子只能作罢。我都没敢想过早餐也可以有肉吃的，自己也可以慢慢强壮。妙贤好像比较喜欢强壮的那种。早餐吃了一半，一群律师就进入庄园了，我顾不得品尝，只得速速塞饱肚子，就要匆匆去配合工作。李妙贤敲了敲我的筷子：“别急，是他们等你，不是你去迎合他们。你吃完饭休息一会再过去。”我有些忙，难道吃个饭很累吗？还要休息？但我没有把疑问说出口，只能配合着点点头。犹豫片刻，我就为自己的犹豫感到惭愧，都是李妙贤在叫自己，其实自己也有另一种做人的道理。不妨说出来一段他没听过的呢。妙贤，我觉得即便我们是处在雇佣者的地位，但是我仍然觉得尊重人在什么时候都是一种美德。这种美德或许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具体的收益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自视己身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和人格才会更加丰盈，我们会多一些慰藉。我几乎没有表达过自己的坚持的人格和道理，所以我的声音稍显郑重和紧张。李妙贤轻轻地放下筷子，默然片刻，低声回了句对不起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会改。他完完全全是一种谦虚受教的语气，即便或许他心底还有不解和无奈，我的内心有些惊叹。没想到李妙贤就这么服软了。不只是李妙贤，桌子上坐着吃饭的还有我的亲人，也觉得有些触动。赵志昌思索片刻，问了一句：“假如你的尊重会让别人误解，你怎么办？”我举个例子，你以一个1000亿的身价去尊重经济条件一般的地位不如你的、谋求上进的、不计代价求财的人，你说说，你的尊重和示好会给你自己带来什么？我确实被问住了，憋了许久，我才琢磨出一句：但求无愧于心吧。我觉得睡袍怀里有点沉，伸手入怀中，我摸出一本精美的书本，随意打开一页，那一页写着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；另一页写着蓬山此去无多路，青鸟殷勤为探看。情诗集装订很精美。桌子上吃饭的人看到我摸出一本书，还在疑惑的时候，就看到我把书递到李妙贤手边。妙贤，这诗集是给你的。他眼睛平淡地看了我一眼，接过来轻轻翻开一页，然后又是一页，又是一页，许久他才浅浅一笑：“谢谢赵凡，我很喜欢。”我呆呆地点了点头。他笑了，他第一次露出笑脸。可是没等一个瞬间，李妙贤就又藏起笑容变淡了，认真地把书本放在一边，似乎那一刹那的笑就是给我看一下。呆什么呆啊？少女声音很小，用脚尖轻轻地碰了下我的腿。哦，好。早餐解决完，我就去找律师们了。遗产的问题比较严肃，我也知道。可当我看到文件上写着要继承6000遗产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处于呆滞的状态。6000个亿会不会有点多？我感觉我被找回来就给这么大的惊喜，我该不会最近都要被玩出精神病了吧？耐着性子，我捏住签字笔。
懵懵懂懂在签名框里写下自己的姓名，然后这份文件还要赵志昌和赵老头子过目一下。毕竟这么大的家，将来就落在我一个人肩膀上。我痛苦地咧着牙离开律师们的休息室。见到李妙贤的时候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只能把嘴哈得老大，即便没有发出声音。李妙贤指了指窗外，我才看到家里来了好多台超跑，京城的少爷们都来找你了，拉你出去玩呢。可我不会开车，从家里找个司机给你开超跑，你坐副驾驶就行。出去玩去吧，晚上早点回来。这几天我先住你家。我找到管家，管家真的转头就给我找了一个司机，于是那台布加迪就上路了。我被拉进群了，一个独特的 APP， 京城纨绔们的聊天群。大少爷发个红包。对啊，大少爷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进群不发个红包庆祝一下呀？是啊，大少爷出马，怎么可能没有牌面？这些人自己司机已经给自己介绍过，我自己属于是京城首富家的公子，所以是大少爷。这些少爷们家里几乎全都是从商的，所以才得以干得出各种高调的事情。我盯着群聊里的聊天，深深不解。想了想，我还是在这个13人的群里包了50块钱红包，3秒钟后群里沸腾了。666，红包总额50块马德，我抢了0.01块，我这辈子没有抢过这么少的红包，不愧是大少爷，果然出手一鸣惊人，大少爷牛批，大少爷厉害。我低头看着他们的聊天，皱眉想了一会儿，我还是觉得要转移话题，尽量把众人的注意力从自己这里转走，所以我手机输入运气王，接着发个红包。群里忽然一下子安静了，不知道是不敢回应还是不愿意回应，那我只能又发一句二少爷是谁？出来认识一下。毛千雄一边开车一边关注着聊天，当他看到二少爷这3个字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自己这个运气王逃不掉了，于是乎车速慢下来，毫不犹豫的50个 W 塞进红包。我眼睛早就放在屏幕上了，看到红包出现，我就直接一手点上去，17万8，有点多了呀。我一阵紧张，当我看到王石领了19万的时候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原来抢红包这么爽呀。这次红包领完，运气王不用发红包，而是一个自称3少爷的人义无反顾地发出50个 W。 我不用开车分心，但这次有12万6。不多时，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收益，已经将近70多万了，有点不可思议。一群每天什么都不用干的小青年，转手就发出去100万红包，他们的钱从哪里来？我不去想，反正肯定是要比自己搬砖赚得快。搞笑的是，到最后轮到7少爷8少爷的时候，小青年们已经等不来了，生怕自己在圈子里变成最低端的那个，红包也封得大，生怕被人看清。我嘴角勾起笑容，果然是少爷。或许是自己还没有习惯自己的自身定位，我属实有点无法理解这种炫耀装掰是和朋友相处的方法。不过呢，这并不妨碍我融入这个圈子，所以我在聊天框里输入好了，没有钱的可以少发点，大家就是图个乐子，不要太看重钱。看似冠冕堂皇的一句话，简直就火上浇油。还没有发红包的几个小青，根本就不等上一个红包有没有结束，直接狂发红包。我的嘴已经咧到耳根子那里了，红包金额已经超过100万了。这种不劳而获的快感是如此的让人神清气爽。真的，我本以为自己会和他们这群小青年格格不入，原来还是可以和他们玩到一起的。但很快，这种想法就被我否定了，因为快到目的地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是玩飞盘，而在我的认知里，飞盘不是和狗一起玩吗？那玩意儿不是狗叼着飞盘来回奔跑，忙着捡飞盘，这里面哪有乐趣？无奈的我就当出来散散心。可我看到飞盘广场的人是挺多的，但却怎么都看不到一条狗。当一群超跑齐齐停下来的时候，带给路人的震撼是很大的。在京城这么大阵仗出行的，一般人根本就惹不起。我看到一群少女从广场中冲出来，走近了仔细一看，都是一个医生的刀法，而且美妆已经让人看不出他们原来的样子。他们开始往超跑听着的方向围过来，几乎是堵住超跑的门。那几个小青年隔着车门和小姐姐互动，看得我直咂嘴。车门被堵住我不慌，自己的司机下不了车有什么关系？我悠然地打开副驾驶的门，悄然来到少女们的包围圈之外，他们的眼睛都盯着开超跑的人啊，就像此时自己的那个司机被一群10几20岁的少女叽叽喳喳地斗了个脸红。我隔着广场的栅栏看了一会儿，走到门口，我被拦住了。这位先生，你是哪一场的？我指了指毛千雄们几个人，我和他们一起的。门童很懂礼貌，我身上的服饰都是能称之为奢侈品的高定服装。他的态度很礼貌，轻声开口：“先生。”毛先生们的局是我们场上最高端的局，参与的话需要验资。我眉头一皱，不太理解，什么狗这么贵？缓缓站在一边，先等等，看那群小青年怎么说。其实我是真的怕，担心自己的24个亿的余额拿出来给门口，自己会被当作造假，实在是不想多一事。不过事情发展到这里，我已经对这个飞盘运动极度感兴趣了。直到毛千雄等几个小青年从姑娘们的软玉温香中清醒过来，想起来今天是要陪大少爷的呀。小毛急忙推开挡着自己视线的妹妹，去寻找我的身影的时候，已经是大结心的时候，才发现我站在广场门外，似乎是被不识好歹的门童挡在外面了。他怎么打的呀？那可是京城最大的少爷。毛千雄隔着老远朝着门童叫了一声：“你可以不认识我大哥，但你也不认识我了吗？昨天我还来过，怎么我这张脸不值钱是吗？”我看着毛千雄气势汹汹地走来，我想提醒这个小青年误会了，可惜我还是晚了一步。看不起我大哥，那我这张脸还要他有什么用？毛千雄给自
自己来了几个大嘴巴子，看得门童一阵踉跄，我一阵惊恐，急忙上前拉着毛千雄狂打嘴巴子的手。不是为了和我拉近关系需要这么拼吗？门童整个人都惊呆了，他哪里遇到过这种事情啊？小青年们中有脑袋灵光的立即站出来，开口介绍一下。这是我们京城最大的少年，昨天的京城日报报道的，找回来的继承人就是这位，以后见了可要认识。我捂着脸默默转身，这是什么非主流的介绍？听到那声少爷，我鸡皮疙瘩都落了一地。等到他介绍完，我还是转过头来露出一个微笑，然后急忙收起那个。我们还是早点进去吧。里边环境确实很好，不过众人的脚步一直都没有停下，好像目的地是在最里边。玻璃的地板走完，最深处的院子映入眼帘，很宽阔，草坪加简约的休息桌椅。很吸引人眼球的是那群已经发出玲珑小声的少女们。这次不仅是我，所有小青年都被拦下路，垫资5000万以上可以进去。毛千雄他们对我点点头，这里已经是最高端的局了，里边的姑娘都很极品，很会伺候人的。他给了我一个眼神，我不解的皱眉，我怎么有种逛青楼的感觉？不过我也像模像样的拿出手机给经理看了一眼，男经理戴着一个黑框眼镜，仔细的看着数字，然而数着数着他就发现不一样了，我的这个余额好像有点逆天了，2.4亿，不对，这特么是24亿啊！经理急忙抬头，却恰巧对上我的那双深沉意味的眼神，认真点点头，表示自己不会声张，并且在转身离开的时候还悄声告诉我，以后来这里不用买单。我点点头，我就喜欢你这种不收钱的飞盘。游戏正式开始，我和一群小青年进场了。女教练开口讲解规则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不是自己想的那种人兽飞盘，是人和人的飞盘游戏。这运动有点杂种属性，足球的跑位，篮球的传递，橄榄球的得分，有点抽象。当然了，能被小青年们惦记的肯定都不是特别正经。教练走了，我明显看到少爷们的脸上一刹那活跃起来了，他们开始玩了，而我就坐在边上看着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的确有人代替了狗的位置，乐此不疲的躯体接触，更别提那几个明着眼的摔倒了，都还要尽量把该有的轮廓露出来。我觉得无趣了，可我都待在一边了。然而依旧有女孩把目光瞄准了我。但10分钟后，小青年和少女们突然不想玩了，都因为我的参与。无他，我每把飞盘扔出去的时候，都会顺嘴喊一声去，就好像叫我自家的黄毛去把飞盘叼回来一样。大家抢也不是，捡也不是，就是不太想玩了。再玩下去，会感觉自己的人格都被侮辱了。好了，大家不玩了，坐在边上和自己的女伴说些玩笑的话，谈天说地，吹牛装逼为主。说实话，我很羡慕他们的，毕竟当代青年里面可以没有心理负担，吃喝玩乐的人真的很少。我觉得自己前18年应该是把这辈子应该经历过的苦难都经历了，所以接下来的半辈子，自己应该做的只有好好享受生活了。其他的事情，说实话，我实在是没有兴趣。想要守住赵家这么大的家业，我也思考了很久。比如一个究极富豪家庭的少爷，为什么富不过3代？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第2代、第3代总觉得自己比第1代强，可以打下一份更丰厚的家底，可结果往往却是以失败的创业折腾告终，家族没落，一落千丈。除此之外，别说是玩物丧志，就是赌鬼上身，他也不可能把家业败光，钱真的花不完。我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，所以摆烂10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，我为什么要去折腾？集团有的是能人，还缺自己一个，充其量就是在享受生活的同时，看看系统有没有给自己好东西，可以给家族带来收益，如果有就小心使用。或许这样做还要比自己努力去掺和家族事务来的见效。享受当下吧。当飞盘运动结束之后，这群姐姐就像是变了一个样子，前倨后恭，甚是殷勤。主要是小青年们也没有怎么刁难他们，其实只是捶捶背、递个水什么的，也并不怎么出格。毕竟这些高端货也不缺钱的，有的是老男人喜欢他们。我跟着这群小青年们一起走出飞盘广场，走过几个高架桥，已经是中午了。夏日水上主题酒店乐园，夏日避暑的高端场所，水上乐园很大。小青年们进入之后，都是直接进入私人水域的。从进入大门，就有经理过来接待这一群行走的金子。我进入一个大房间，里面有20几平米的私人泳池，空调开放，泳池边上就是酒店标准的大床、洗浴娱乐设施、冷冻的汽水、香甜的水果零食。这里确实是一个夏日避暑的好地方，可以先学习一下游泳，以前自己没有机会玩的，以后都要慢慢的补回来。换上泳衣走出试衣间的时候，我的手机铃声响了，拿起手机，我微微愣了一下，这号码有点熟悉，电话接通，我礼貌问候，喂，请问你哪位？手机那头没有声音，我又问了一句，请问你哪位？赵凡手机里的声音极为平静，甚至有点文雅，只是声线有些微微颤抖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瞬间清醒过来，是婉宁吗？我声音立时温柔，我的女友白婉宁，高中的情侣，毕业分手的那个是我。你为什么要不吭声，把我删掉？我结结巴巴的说不出来话。我是不小心删掉了。是吗？少女的声音很雅致，只是此时略微有些哽咽。我问过班主任了，他说
你分数已经足够北大，为什么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？为什么你要偷偷改掉志愿？为什么南大离家近一点？我觉得上学比较方便，去北大每年还要一笔不少的交通费用，需要花费更多钱。我的条件你知道的，我们差距很大。我声音恳切，一字一句真心实意，就是能想出来的最真诚的人。可我不是说了吗？你上学的费用我来解决，我有自己零花钱的。我看中的从来都不是你的钱，烦你不明白我吗？我找了个椅子坐下，恳切的开口，我觉得我们差距太大了，我可能给不了你想要的美好生活。真的，你有更好的归宿。我还没说完就已经被打断。别这样行吗？我喜欢的是你，我家有钱可以给我花，我不需要男人多有钱，我只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。烦，别那样了好吗？我们曾经许多海誓山盟，你都忘记了吗？我咽了口气，最后开口，现在有另一个情况了，我们不太合适，是我的缘故，真的。我不想对不起你，关于你亲生父母的事情吗？我昨天去你的房子找你了，可你的邻居说你已经走了。我把话说明白，有另一个女孩子，在18年前已经被2家人决定要出现在我整个人生中，所以白婉宁是我辜负了你，为了我，你真的不值得。手机那头沉默了好久，他大概是听懂了我的意思，长长的不说话，就这样挂着电话。然后我听到了哭声。白婉宁是万分温柔的女孩子，是这辈子我遇到最善良的女孩子。如果没有李妙贤，我早就在昨天安顿下来之后，第一时间找回白婉宁的联系方式。我想知道婉宁的心，我10000个愿意。她能遇到一个一心一意对她好的人，她能失望离开最好。我宁可自己在她心中是一个混蛋，无耻下流禽兽的形象，也不愿意她陷得太深，太过执着于一个没有结果的爱情。自己如果和李妙贤在一起了，真的配不上白婉宁了。她那种女孩子是天赐的精灵，善良温柔。我默默等待她挂掉电话。这个过程，我的内心恐慌又无助，舍不得又伤不起，心如刀绞。我能听到婉宁的抽泣声。你挂了吧。我强行让自己的语气冷漠一点，但是此时我的眼睛都红了。电话没有被挂断，抽泣声依旧。你还在等什么？赶紧骂2句，滚呀滚，远点行吗？我不喜欢你了。我对着手机声嘶力竭。赵凡，你在哪儿？我可以去找你吗？我就远远的看看好吗？少女还是放不下，用乞求的语气开口。我抹去一把泪，强行把哽咽咽下去，继续冲着手机大吼：你来干什么？当第三者吗？你赶紧走好吗？不要浪费我的时间，我现在和他在一起。说完，我挂断电话，抄起一瓶饮料，一饮而尽，抬头看着天空，久久不能平静。最后还是让司机载着我离开了。下次等那群小青年出去玩的时候，再跟着出来吧。精灵那里或许还有点事情，需要再回去一趟，走得有点急了。李妙贤在阳台上种胭脂虫，脱不开手。他看到我回家，脸色不太好。他只是有点吃惊，但也开口：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没有多玩一会儿吗？我没吭声，一个人钻进卧室，仰头就睡。酒精和睡眠都可以消愁的。我现在只求那个傻姑娘别再执拗了。美女，天下那么多的好男人，而我赵凡只是个渣男。下午5点，我才悠悠转醒，一旁的办公桌上，李妙贤好像是在用电脑处理学校的事情。他这次是要真的回来上学了。以他的成绩和赵家、李家的能量，足够他在金陵大学陪着我读书。醒了，右手边有水。问我温声回答，我即便心中有事，也不会把情绪带给李妙贤。从床上下地，刚刚要去洗手间的时候，已经是大节气之后。李妙贤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你睡觉的时候，有个女孩子打电话过来，她问你在哪儿，我告诉她了。我脚步顿住，转头去看李妙贤。妙贤，她是个好女孩，我不想祸害她。然后呢？我的位置让给她吗？你自己喜欢的，自己还不去抓住？她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让给别人？还是说她太好了？和其他女人一起拥有，你会让她很亏。那我李妙贤算什么？我凭什么就要和别的女人共同占有你？我只是不想因为我让你放弃了心中所爱，那将会是你这辈子的遗憾。我不反对的，我们这种阶层的，你这种最后可以继承几千亿财富人，为什么还要像普通人一样去做一个选择？喜欢的你真的可以都要的。赵凡呀，你还是没有适应你的身份，你已经不是曾经那个穷小子了，知道吗？他声音很轻，但掷地有声，一字一句的敲在我心坎上。我张了张嘴巴，一句话都憋不出来了。本以为睡一觉可以把这些事情稍稍抛却在脑后，不去想结果，李妙贤好像就是要一棒子把我敲醒。或许这也是自己的母亲王倩的意思。我看着自己手机上白婉宁打过来的几个未接电话，我很矛盾。如果选择不放手，我就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她留在自己身边。那些方式恰恰和自己的金钱地位无关，仅仅需要一个道理来让她接受那种局面。我想过，但意识到压力了，所以我想要放弃。李妙贤在某些方面上确实贤内助，至少可以点醒我。赵志昌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一个表箱，是他年轻的时候收藏的，放在集团了。如今孩子回来了，自然拿回来给我玩。百达翡丽江诗丹顿、理查和法木兰、劳力士的定制款，一箱子20多块表都给我了，大概2-3个亿。夕阳下的长亭，玻璃圆桌晶莹明亮。
我打开表箱，一只只查看，手上还拿着手机和那个高端腕表的小册子，一个一个的拿着放大镜研究腕表。李妙贤坐在他边上安静的沏茶，一边给我削点水果。直到晚饭的时候，管家急匆匆的跑到我面前，告诉我一个少女在庄园门口的时候，我吊着的心才缓缓落地。我有所期待的同时，害怕事情真正来临。但是当他到了的时候，我的心底竟然颇为平静。李妙贤说的对，自己都觉得好的，为什么让他被别的男人得到？我也不知道。白婉宁那种善良婉柔的性格，能在感情上受多少伤，经历多少苦难，才能找到他的一生真爱？他太容易被欺负了。管家离开了我，把一只手表仔细装进表箱，端起水杯喝了一口，深深呼出一口气，我才转头看着李妙贤。去吧，又不是什么丢人的坏事，要对人家好点。家里地方大，人家姑娘不介意的话，你晚上可以留下来。他头都没抬，只是把削好的2个苹果递过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李妙贤的这种对待，只得走到他身后时再退回来，弯腰在他冷淡的脸上亲吻一口。女子依旧无动于衷。庄园的门口，王倩早就听到风声过来迎接了。见到白婉宁的第一眼，她就已经眉开眼笑了。白婉宁很白皙，颜值、身材和智商都是顶尖的，真真实实美女学霸。但好像她的精神不是太好，眼睛红肿着，像是哭了好久的样子。王倩关注的还有一个细节，白婉宁开着一台白色的法拉利，至少称得上是门当户对的。趁着我没过来，王倩上前亲切的安慰，赶紧替我道了个歉，帮忙说说我的难处。阿姨，我知道，我就是想来见见他。从京城过来的吗？不是，我一般住在金陵那里，下午飞过来的。哎呦，这么远，一下飞机就过来。老丫赵凡这个死小子也不知道心疼人，让人家跑这么远来找他。来，先进来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话还没说完，白婉宁就愣在那里了。将近1个月没有看到我了，他其实很想我了。当这个大男孩又出现在他视线中的时候，说不开心是假的，但却又忍不住委屈，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找我。王倩看着自己儿子过来了，急忙给了个手势，他就离开了。小凡白婉宁眼中的水汽溢出来，少女想要冲过来投入怀抱，再也没有高中学业和规则的束缚，2个人应该腻在一起的。但事情的发展早就到了他无法控制的地步。我迈着步子走过去，伸出手指轻轻擦去少女眼眶的泪。趁着他还在发呆，我就双手一挽，环住了他的腰肢。婉宁，你自己找来的，可不许走了。凭什么我想来就来了？我想走就走了，你拦不住我的。还有，我让你碰我的腰了吗？声音微微抽泣，我却再也不想放开了，一把拉着少女穿过前院的花丛，从小电梯上楼，没有去自己的卧室，而是把少女带到书房给吃苹果。是你给我削的吗？是他给你削的，他说让我好好对你。我说出这句的话的时候，感觉自己的脸生疼，但没办法，有些时候话要明白，说时也要明着吃，就是被人骂不要脸也要豁出去。白婉宁低头呆呆地看着手里的苹果，苹果削得很认真，很精致。我就站在她边上，呼吸压抑，空气都停滞的死寂。终于我听到了一声轻叹，不明意味，却见到少女小口轻轻地吃苹果，一边吃一边落泪，一边落泪一边沉默。我心在滴血，我心里痛苦的难受。我宁可白婉宁能多骂我几句，狠狠地打我几拳，用鞋底子拍我的脸都行，但是她却是用这种独自承受的样子来让我心痛。姐姐削的苹果很好吃。当她叫出那一声姐姐的时候，我的心脏抽搐了一下，默默闭上眼睛，嘶哑开口：算了，婉宁，你是个好女孩。我配不。啪一声清脆的声音，我的脸上浮现出小小的巴掌印。少女的声音哽咽：我能放下所有，往你迈出一步。你呢？你在劝我离开你。我这么远跑过来接你，是想要听你说这些的吗？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要你。你还不懂吗？你的勇气呢？当初让我做你一个人的女孩的时候，你可没有现在这样畏手畏脚。小凡，别让我失望好吗？白婉宁轻轻凑过来，脸埋在我胸膛里，声音中带着几分委屈。你要对我好，不然我就真的伤心了。我无话可说，甚至没有什么颜面去开口。或许是自己真的没有博爱的品质，总觉得这样做负罪感很强。我不喜欢给予承诺，我只知道我大概不会再辜负你了，不让你伤心。白婉宁点了点头，好。那我们现在算什么？她还是问出口了，想听听我的想法。她要衡量一下自己在她心中的位置。我犹豫片刻后道：你是我的女朋友，过几年就找机会去你家提亲。白婉宁忽然拿住了我的手，放在她的腰上。你也是这个年纪了，不要觉得我安静文雅一些就不来我这里寻找肉体上的快活，会做好一个女朋友的。我的手只是安静地搭在她腰上，这一刻自己哪里还有情欲？毕竟还是要相信爱情的。世间的美好，你看与不看都在那里。有时候眼睛放亮，脚步放稳，幸福会很突然。就像此时2人在抱着的时候，李妙贤不吭不响进门，然后站在2人身后默默看一会儿，把果盘留下，自己又安静溜走。幸好白婉宁并没有看到，我缓缓松了一口气。婉宁，你在北大，我在南大，我怎么陪你？白婉宁认真说道。周末我就飞到你学校陪你，别人都有女朋友，你也有的。有些事情你不开口，我也会去问别人的。别的男朋友得到的，我也都会给你的。说完，拿着我的手往他自己的胸口上放。高中的时候喜欢偷瞄我的胸口，你以为我没看到吗？
是那时候学业为重，只能漠视你的需求。我是怕影响到你学习。白婉宁眼神清澈，男女之间的事情她都懂，但是她却比那些做作的女孩子强100倍。她不会故作娇羞，不会死板矜持。既然从一开始就觉得能和赵凡白头偕老，那么她必然会满足一个男朋友对自己女朋友的所有幻想。你上大学的时候可以来住我家的，毕竟北大在京城。闻言，白婉宁开口道：“我家在京城也有房子，不过我有时间也会来看看阿姨叔叔的。倒是我还没有给我的家人介绍你。其实我妈妈一直想见见你的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有时间确实需要走一趟。从我怀里出来，白婉宁仰着头询问：“我姐姐呢？怎么不见姐姐？我想和她谈谈。”我心中猛然一跳，自己不想说烦，早晚都是要见面的，不如早点见了好呢。白婉宁依旧是这种温柔的强调，我都不忍拒绝。应该在1楼，我带你去找。可是话音刚落，李妙贤从外面进来，看着白婉宁对我说：“你先去看看晚饭吧，多做几道菜，不要怠慢了。”我看了白婉宁一眼，转身离去，自己拦不住的。果然才刚刚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吧嗒一声，门就被反锁上了。直到晚餐开始的时候，我惴惴不安地推开2个少女待着的书房，她们2人的谈话声很小，听不太清楚。不过听语气大概是没有什么矛盾争执，也希望可不要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。小凡过来一下。李妙贤开口，我才发现自己的伪装已经失败了，大大方方地走过去。2个少女坐着，2个沙发。你做未婚妻轻声开口，声线微冷：“我不坐，我喜欢站着。这里只有2个沙发可以坐，你让我去坐谁？哪里坐？”这次他稍稍带着点不悦，给人一种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感觉。